大家知道酱香酒为什么贵吗？最近发现中国白酒在酿造上是最难的。白酒原料主要就是高粱，通过不同的酒曲和发酵环境，就能酿造出千变万化的口感。单凭这一点，想想都觉得非常厉害。那为何酱香酒最贵呢？一个最底层的原因是发酵时间长，清香酒一般1个月，浓香酒一般2个月，酱香酒则需要1年，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12987工艺。1年制作2次投料，9次蒸煮，8次发酵，7次取酒。7次取的酒，每次的风格不同，就像人生的7个阶段，而最终汇聚到一起，也就造就了酱香口感的层次丰富。这自然为它可以卖得贵又增加了原因。前几天看到一款包装风格特殊的酒，像一本书，简洁规整的设计给我一种透露着文化自信的感觉，不自觉想起书一卷酒一壶的洒脱，颇有风雅高古之士的风范。颜色微黄透亮，品尝一下口感。入口是满满的经典酱香感，产自有美酒和美誉的赤水河上游，所以更加纯柔宜人。后口还有一丝对年轻人非常友好的清甜感，传说中空杯留香，也就是纯柔酱香的典型风格特征。这瓶摘要酒的设计是一大亮点，酒桌上绝对惊艳，价格也合理。想品尝典型酱酒风格的朋友，可以试试这款摘要酒。有一款酒始于商周，有3000多年的历史，据说酒香温顺可口，米香又让人回味无穷。我试了一下，果然如此。国产麦芽4块9一斤，进口麦芽11块一斤，2倍多的差距，那酿出来的啤酒差距会大吗？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客观的原则，我在5月3日的下午重复德式小麦啤酒里的步骤，用了将近5个小时完成了对比实验。看着进口麦芽汁倒入发酵瓶的瞬间，脑海中是否会冒出一个词儿：白啤？那国产麦芽汁就是黄啤吗？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其实白啤和黄啤不以颜色而区分，而是以原料中是否有小麦和发酵方式而区分的。我们这2瓶属于德式小麦，其实都是白啤，只是麦芽的色度不同而已。在经过18度环境7天的存放后，1发基本结束，过滤倒瓶后加糖封盖进行2发。室内又2周后开封品尝。先来国产麦芽，啤酒花香气和麦芽香气层次分明，清澈干练。再来品尝进口麦芽的，一般开盖前我都会摇一下，这样开盖就会有泡沫冒出，啤酒的感觉就出来了。但这次摇大了，结果成这样了。好在最后倒入杯子的时候，泡沫依然丰富，看来只是浪费了一些，但并不影响口感。品尝一下。比国产麦芽醇厚一点，但麦芽香气和啤酒花香气有一种融在一起的感觉，层次不够分明。相对而言，我更喜欢国产麦芽带来的那种层次分明的清透感。还各剩1瓶保存起来，半年后陆续开启来监测2发的爆瓶率和保质期。提醒大家一下，又到了梅子上市的季节，大家抓紧时间泡酒了。去年邀请大家品尝的梅子酒是25.2度，很多人反馈度数有点高。今年计划尝试一些12度左右的成品。理论上降度是在浸泡前加入纯净水即可。这次突发奇想加入茶饮，按理说可以在降度的同时增加茶香。我先帮大家试试。像这款金麦郎茶萃桃桃乌龙风味，有淡淡的乌龙茶香和清雅的桃香。理论上茶饮的滋味会柔和梅子的酸爽，还会丰富层次，所以我特别期待半年后的口感。对于没有时间和装备泡酒的朋友，可以试试接下来这个便利店的调酒组合：冰块打底，用金麦郎茶萃加梅子酒加气泡水的简单组合，口感也基本满足层次丰富的预期。前几天在北京喝了杯浓丝柠檬特调，
咖啡与啤酒的融合，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剩下多半杯带回工作室，准备复刻它。我们先来解决配料，用到的有冰块、柠檬、咖啡、气泡水和乌苏白啤，这些咱们都有。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比例。我计划先根据酒精度测算出啤酒用量。用蒸馏法测试了一下，显示 0.5 度左右。420毫升的成品杯，420乘以 0.005 除以 0.045 等于47克，所以啤酒用量是47克，其他的就好办了。先来大约50克左右的冰块，再倒入大约290克的气泡水。咖啡一杯大约是30毫升，啤酒47毫升。最后加入2片柠檬，大功告成，品尝一下口感，也就1-2分像吧。2大问题：一、重度烘焙的豆子工艺像是主调，不行。解决方法是用中度烘焙的好豆子，而且冷萃工艺，虽然费时费料，但能更好的萃取出花香和果香。2、原版中浓丝柠檬的浓郁感里多了一丝清甜，用到的不是黄柠，应该是更贵的香水柠檬。再试一次。成品杯加入冰块，倒入气泡水，冷萃的咖啡，再倒入这款精选阿克苏小麦酿造的乌苏白啤，麦香浓郁，爽劲十足。原版里啤气是主要特点，也就是加入乌苏的原因，有点意思。最后加入2片香水柠檬，品尝一下口感，7-8分像了吧？美中不足是咖啡的醇厚感，因为他们在豆子的选择上肯定要比我丰富和考究很多。目前店面还有浓丝柠檬白啤拿铁，口感更加富裕醇厚。据说这次乌苏啤酒和拉瓦萨联名都是限时限量联名款，所以附近有拉瓦萨咖啡的朋友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啦。去年用橡木片和草莓一起浸泡来模拟威士忌橡木桶的滋味，效果还不错，但橡木片的选择有些随意。今年特意选择了3种风味的标品橡木珠进行对比试验，3个月了，准备开封。其实3个月前泡酒的时候，我就在琢磨，既然风味的主要来源是草莓和橡木，那么我就没有必要用更贵的酒，所以选择了96度的生命之水作为基酒。首先，酒体都是漂亮的红橙色，清澈透亮，颜值绝对没有问题。接下来品尝口感。蒙古利橡木珠浸泡的橡木味儿有一些粗糙，甚至盖过了草莓味儿，不太适合。美国橡木珠滋味儿和草莓的融合度还不错，整体可以。雪梨橡木珠有一点淡淡的烟熏味，跟草莓的清甜略显不搭，但如果投放量少或者跟其他橡木珠组合的话，效果应该也还不错。那么总结一下，用生命之水降度搭配橡木珠来浸泡草莓，虽然缺少大麦或玉米清甜的层次，但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玩法，后口微微有一丁点的苦，但并不难喝。如果不同橡木珠组合搭配，没准还会带来口感的意外收获。